各位好，今天来教大家怎么把开发 Python 的 IDE 给叫起来。那我们一般说的 IDE 就是指在写程式上会用到的编辑器，举凡像是知名的 Notepad++或是 VS Code 都是一种 IDE。那老师自己在开发 Python 的时候，常用到的是这个 Jupyter Notebook。那如果你上一回合有把 Anaconda 顺利安装好的话，等一下我们的影片后面就教大家怎么样把 Jupyter Notebook 给叫起来，那么就可以开始来进行你的 Python 开发。各位好，各位画面上看到的就是这个 Jupyter Notebook 叫起来的样子。那它是呢长在浏览器上面，那这边可以看到 localhost 破号是8888，左边左上角有这个 Jupyter Notebook 的 logo。好，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大致上是两个动作。第一个是创建新的资料夹，第二个是进到这个资料夹底下下 Jupyter Notebook 相关的指令。好，所以我为了下指令呢，我要先开一个 terminal。那老师用到的是这个 iTerm 的 terminal， 就是这个终端器。好，所以我打开一个来的时候呢，我先放大一下，放大。好，放大了，那我来下一个指令叫 ls。好，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ls 的指令的功能是可以看到当前目录底下有哪一些资料夹或是档案。那它的做法，它的作用就跟我开了一个这个资料夹底下是一模一样的。好，那我在这边下另外一个指令来创建资料夹，我刚刚说的嘛，创建资料夹，所以我下 mkdir， 那我叫它 python-demo。好，执行。那你可以看到说，刚刚执行的时候呢，右边也产生了这个资料夹了，所以我 mkdir 就是创一个资料夹。接下来我们进到这个资料夹，我下 cd python-demo。好，那我们原本刚刚是在这个波浪的地方，那我们现在透过 cd 就让我的 terminal 移动到 python-demo 这个资料夹里面。好，一样我们下 ls 给各位看一下哦。ls 列出来，但因为我们是新创的资料夹，所以基本上里面是空的。好，到这个资料夹里面之后呢，我们下 Jupyter Notebook。好，执行。等它一下时间。好，你可以看到说，当执行完的时候呢，这个 terminal 就会呈现这样子类似待机的模式，然后你的网页就会打开一个视窗，并且在这个 Jupyter Notebook 的首页。从这边开始，我们就可以来开发 Python 的程式。所以我来举个例，按右上角这个 New， 接下来点击这个 Python 3，我们进到这个 Python 3的编译文件里面，就可以开始来写 Python 程式了。所以比如说我写 print， 然后 hello world，hello world， 好，加一点惊叹号，执行。那执行是 Ctrl 加Enter 执行，你就可以看到下面就会吐出你刚刚上面写的讯息了。好，这边就是把 Jupyter Notebook 叫起来的方法。那下一段影片就教大家怎么使用这个 Jupyter Notebook。各位好，那这段影片来分享一些关于 Jupyter Notebook 的小知识。那一开始我们要来先建立一个文档，让我们可以编辑 Python 的程式。所以我们在这边用右上角这个 New 点一下。那里面有 Python 3，我们再点一下，这时候 Jupyter Notebook 就会帮我们产生一个编辑档，那我们就可以从这边开始写你的 Python 程式。那你一开始建立的时候呢，这里会有一个叫 Untitled， 这个是档案的名称，然后我们可以修改档案的名称。那比如说我叫它2021，那0118，好 dash tutorial， 然后 rename。那可以看到说这个档案的名称就被你修改成这个2021-0118。好，那与此同时，我们回到原本的工作目录来看，这里就会产生一个新的档案，也就是我们刚刚建立的这个 Jupyter Notebook 的档案。那 Jupyter Notebook 档案它的副档名是 ipynb， 所以各位只要看到 ipynb 结尾的副档名，你就知道它是可以用 Jupyter Notebook 把它来打开，那顺便来编辑或是来读这个程式。好，那我们回到这个 ipynb 档，那
上次有提到说我们要写程式都是在这个区块里面，它其实有个专用名词叫做 cell， 那中文也有人说是叫做单元。单元就是一个小区块，我们可以在这小区块上写 Python 的程式，并且把它执行。好，我随便写一段简单的程式哦 ，A 叫做123，B 叫做45，那我们 print A 加 B，print A 减 B。好，当我程式写完的时候，我要执行它。执行的时候，请使用这个Ctrl 加 Enter。好，所以按着 Ctrl 加 Enter 执行，它就会把你这个 print 的结果显示到这边的这个运算结果来。好，所以呢，在只有按 Enter 的情况下，它就是换行。那当你当你用 Ctrl 加 Enter， 它就是会执行这一段这个 cell 的程式运算。然后再来，你可以看到左边这里有一个数字，是代表这是你第几次的运算。所以我如果一直执行 Ctrl 加 Enter。好，你就可以看到这里的数字会一直不断的往上跳，那这个就是你这样子一直在执行的结果。好，那各位有没有发现，当我点旁边跟点这里的时候，我左边的颜色是会换的，变成蓝色跟绿色。好，那这个为什么是蓝色跟绿色，我也不知道，可能跟我们的政党是一点关系都没有，但只是巧合而已。好，那当你是蓝色的时候，代表你选到了这个 cell， 那当你点击这边开始有游标出现，代表你正在编辑这个 cell。好，那如果你今天的程式是想要切开来的，比如说你写了很多程式，那这一个你只想执行某一个部分的话，我们可以新增一些 cell， 让你的程式做比较有效率的规划。那我们这样做，首先先点击这个旁边的区块，那让它变蓝色。接下来按一下键盘的 B。你按一个 B 就会长出一个新的 cell 来，所以你再多按几个 B， 就会长出更多的 cell 来。那如果你不小心长太多出来要删掉的话，请按滴滴2下，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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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delete 的概念，所以我按滴滴，它就会帮我删掉多余的 cell。好，那如果你今天选了某一个 cell， 这个，那你想要开始编辑一样。移到右边这个编辑区，一按下去，当它变成绿色的时候，就代表我可以开始开发我的这个 Python 程式。比如说 Hello， 比如说今天好热哦。好，那一样，在这个 cell 要执行的话，就是 Ctrl 加 Enter。好，那各位可以看到是说，这时候我们两段程式是切开的了。它在运行的时候，只会跑你这边这个 cell 里面的程式。好，那你要记得，刚刚在新增、删除这个 cell 的时候，要是在选取这个 cell 的地方。你如果在右边输入 BBB，它就会变成是在输入这个程式码一样的概念。所以我必须要先移到左边，让它变蓝色，再按 BB 或是滴滴滴滴滴滴，删掉我的 cell。好，那这是第二个部分关于 cell 的介绍。第三个是我们 Python 在运行的时候 ，Jupyter Notebook 会有一个忙碌的状态。那我现在写一段程式 demo 给各位看。好，那我以第三个 cell 来做范例。那我写一下哦 ，CNT 是0 ，for I in range。那这个是for 回圈的部分，会在往后的影片会跟各位介绍这个 for 回圈它的逻辑跟它运作是怎么样去写的。好 ，CNT 加等于 I。好，那老师写一个简单的范例程式，是让那个 CNT 跑一个 for 回圈，把这个数字不断往上叠加，从1、2、3一直跑到最后的数字。那把这些数字全部叠加到 CNT 上面。好，那运行完成的时候，我就显示一个done 的讯息。那主要是要来凸显这个 Jupyter Notebook 跑的时候会呈现的一个忙碌状态。那我先把数字调大一点。好，一样 Ctrl Enter 执行。好，各位可以看到执行的时候，左边这里会变成一个米字号，代表说它正在运行这个 cell 的部分。好，与此同时，右上角
这里 Python 3原本是一个空白的符号，刚刚完成的，所以就跳回来了。那刚刚原本是黑色的，现在跳成白色的，就代表说它是完成了。那我再执行一次。好，可以看到说它现在正在忙碌的状态，所以这里会显示这个 kernel is busy。好，所以等它整个程式运行好了，它又会跳回原本刚刚白色的状态。那这个时候呢，如果这个 cell 正在运行，那你如果去运行其他的 cell 的时候呢，它们都会呈现一个等待，也就是我们称为叫 pending 的状态，给各位看一下。好，这时候可以看到，所有的这个 cell 都是在等待运行的。那这个是正在运行，是我们刚执行的。那其他这两个是 pending 状态，必须要等它跑完才会把这个结果显示出来。好，各位可以看到，这个结果成功的显示出来了。好，那再来呢？如果我今天把这个数字调大一点，代表它运行的时间更久。那如果你的程式发现不小心写错，造成这个程式卡死的状态，要暂停它的运行怎么办？那各位可以看到说这里有一个暂停的符号，我们按下去，它就会终止这个 cell 的运算，所以会发生这个 keyboard interrupt， 就是我们自己人工把它给终止掉了。好，这个是Jupyter Notebook 在运行特定程式的时候的一个忙碌状态。好，最后跟各位分享，我们写完的程式要把它储存起来。那原则上 Jupyter Notebook 有提供这个 auto save 的机制，所以你平常在自己开发的时候，它隔一段时间就会自动帮你存档。那如果你今天也要自己手动存档的话，左边这里有一个存档符号，按一下，它就会自动帮你存档。所以假设我在这个 cell 第4个 cell 这边写1、2、3、4、5、6，然后下面这个 cell 写嗨，好，执行，那执行完之后存档。那等到你下一次要开发 Python 程式，重新把 Jupyter Notebook 叫起来的时候，我们点击这个档案，它就会从你上次的存档点开始继续往下开发，所以这个就是 Jupyter Notebook 这个手动存档的功能。好，以上是这个 Jupyter Notebook 的一些小知识，那就在这边分享给各位。各位好，今天我们要来写一点 Python 的程式。那写程式的第一步，我们要先来理解它的运作逻辑。好，然后第一个介绍的是它的这个运算顺序，也就是所谓执行顺序。一般我们的程式都会是从上往下逐步执行，所以先写的程式会先执行，而后写的程式就会后半段才开始执行。第二个，我们写程式时很常会做所谓宣告变数这件事。那宣告变数就如同画面呈现的 a 等于12，b 等于37，其中 a 跟 b 指的就是我的变数名称，那12跟37就是我的值，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资料，所以我们就会说我们宣告 a 等于12这个资料，那宣告 b 这个变数它的值就是37这个资料。第三个，我们在 Python 的时候会很大量使用所谓 print 这个功能，那专用名词的话，我们会称它叫做 print 的函式。透过 print 的函式会把变数运算的结果给显示到画面上，所以我们很常会透过 print 的函式把我们的运算结果显示出来，看我们心中想的跟程式执行出来的结果是不是一致的。好，话不多说，我们直接来写一段程式看看。好，那我们来写一点 Python 的程式，就用刚刚跟各位讲解的这个范例。所以我写一下，这里写 a 等于12，再来 b 等于37。我们这边宣告了两个变数，一个是 a 叫12，一个是 b 叫37。然后我们来计算一下它们相加跟相减的结果。所以 print a 加 b， 还有 print a 减 b。好，那写完执行的时候就用 Ctrl 加 Enter。好，可以看到说这两个数相加的答案是49，那两数相减的答案就是-25。
那从这边的程式我们学到一些事情哦。第一个是 Python 在运算的时候一定是从上往下这样执行的，所以它会先遇到这个第一块的程式，你先宣告变数是 A 跟 B， 接下来再透过这个变数做我们要的运算，所以我们就运算这个 A 加 B 还有 A 减 B 的结果。再来第二个的话，我们这边写 A 跟 B 其实就是我刚刚讲说宣告变数这件事，宣告。那有些人会称它叫做定义变数，这个其实概念是一模一样的，宣告变数，定义变数。好，所以呢，透过刚刚的理解，我们知道说这个左边呢，它是变数的这个代号，那我们叫它叫做 A， 那右边是我们希望定义的值，就是它的那个数值资料是什么，所以我们这边定义了一个变数叫做 A， 那它的资料是12这个数字。那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是它就这个 A 啊变数很像是一个塑胶袋一样，等于是说我们把12这个值装进去这个袋子里。那同样的这个 B 也有一个变数，我们把37这个数值装进 B 这个变数，装进这个袋子里。那 Python 懂了这个 A 跟 B 之后呢，接下来下面的程式在运算的时候都可以透过这个变数的代号去做运算，所以你要算相加相减是可以的。那比如说我们再算一个，我想要算这个12乘以37加5 12乘以37加5，所以我们如果透过变数来写，我们可以这样写 print A 乘上 B 就是12乘37嘛，再加5。好咯，那执行，那算出来的答案就会是这个449。所以一般我们定义变数，就是为了让我们后面的部分程式可以去做反复的运算来使用，所以我们会在这边宣告变数。好，那第三个的话是这个 print 的功能其实就是把你运算的结果给输出，也就是显示到我的画面上来看。那你可以注意到说这边有个括号，括号里面就是放你希望输出的东西，或是希望显示的东西。所以我除了显示我们刚刚算的这个 A 加 B、A 减 B 还有 AB 的运算以外，我也可以显示一些，比如说像文字。那我在这边打 Hello World。Hello， 好，别 Hello World 好了 ，Hello 惊叹号。那再多一点，比如说你要打中文也可以。那我们打，今天好冷啊，好冷啊，好，那一样执行。好，那你可以看到说下面这边又多了这个 Hello 惊叹号，还有今天好冷哦的这个文字讯息出来。好，那这个我们称它叫做字串，我写一下哦，字串。好啊，英文就叫做 string。在整个 Python 或是程式的世界里面哦，其实这些东西都是一种资料，这个12、37这种数字也是资料，这个 Hello 今天好冷哦，这些都是资料。那只是每一个资料都会有它自己的资料型别，那我们这种就叫做字串这个资料型别。那在 Python 的表示呢，它就是要把它包成像这样子红色的样子，那这个叫做 double core， 就是两个类似上引号的概念。所以给各位看一下哦，如果你今天有包，比如说 test 的 QQ， 那这个是字串。好啊，如果我没有包的话呢，它会变成是这样子的 test 的 QQ。你可以看到说这就是黑色的部分，这个就不是字串，这个的话 Python 就会把它认为是变数来处理。所以我们在执行的时候，如果你还没有定义好这个变数，那 Python 本身就是会显示错误的，给各位看一下哦。好，那你可以看到是说，当它这样子从上往下执行到这里的时候，这个 test 的 QQ 来自于这边字串的显示。那下面这边报了错，叫做 name test 的 QQ is not defined， 代表是说他认为这一个黑色的 test 的 QQ 是个变数，所以你没有定义，它就找不到。那一样，我们要先定义才可以去做程式上的使用。所以呢，我在这边写一下，就假设我定义 test 的 QQ 叫做1234好了，这个数值，那我们来执行。好，那可以看到刚刚的错误就不见了，那原因是因为我这边定义了 test 的 QQ 这一个变数值，所以在 print 执行的时候，就可以正常发挥了。好，所以再帮各位标记一下，这个是字串，那下面这个黑黑的是变数。
好，所以呢，就是你在执行要变数的时候，记得上边要先定义才可以使用。所以这边我们学到了说，程式执行一定是从上往下执行。那所以你从上往下执行的时候，一定要先宣告定义变数，才可以呼叫使用。第二个，变数的宣告的话，左边是变数的名称，右边是这个变数的值。想象成它很像是塑胶袋一样，你把一个值塞到变数里面去。那第三个，我们的 print 的这个功能就是拿来帮我们显示运算的结果，所以通常我们在 debug 或是在查看一下这个变数值的时候，我们都会使用 print 的功能来看结果这个东西。那是不是很简单啊？好，那我们先到这边。各位好，刚刚的影片忘记讲了一些东西，所以我又录了这支影片来补充教学。然后我们要针对这个变数再往后延伸一些概念。我们刚提到这个变数是储存资料的容器，就像是我们算数学的时候会在算方程式的时候宣告这个未知数是一样的。所以我宣告 x 是123，那我也可以宣告 y 是book 这个字串这样子的资料。好，那后面的话，这个 false 叫做不灵，这个 none 叫做空值，这两个资料型别是我们在后面的影片会跟各位介绍的。然后我们宣告变数主要就是为了使程式可以反复使用去做运算而宣告。所以以下这个范例可以看到，我宣告 a 等于12这个变数，那下面的运算都跟这个 a 有关系。所以如果我今天想要算不同的结果出来，那我把 a 改成16，那我直接执行的话，我下面的程式都不需要改，就可以算出我要的结果来。这个就是变数在写程式上面非常好用的地方。第二个，我们在宣告变数的时候，最重要的是希望这个变数的命名就可以看名字就知道它的资料的意义。好，举例来说，下面这里 a 等于18跟 teacher age 等于18，我们看右边就知道说，这个18指的是所谓老师的名称这件事情。所以像这里 n 等于 Avenger 跟 movie name 等于 Avenger， 我们看右边这一个变数名称就知道我的资料指的是电影名称这件事情。那第三个，你写 S2 这个变数跟你写 student scores 这个变数，好，看右边就知道说，我这个资料指的就是所谓的学生分数这件事情。好，那这个资料的型别呢，它叫做串列，我写一下串列。那老师用 PowerPoint， 所以就容许我字写的稍微歪丑一点。串列，那英文叫做 list，L-I-S-T。这个比较像是进阶一点的资料型别，会在后面的影片来跟各位介绍。好，那我们在宣告变数的时候，有的时候这个资料意义很难用一个单字解释，所以我们会宣告多个英文单字。像这边就是写这个 student scores 2个单字，所以如果是这种多个单字组成的，我们 Python 都会用底线式的方式来命名。比如说像这个 total cases count 指的就是全部的案件资料，总共有123件。那我右边这个 member 底线 name 就是指会员的名称，叫做 Jeff。所以我们希望说，你看变数的名称就可以知道这个资料代表的是什么意思。那另外一种命名的方式就是叫做驼峰式命名，它是把英文单字全部把它粘在一起，并且从第二个开始的英文单字，它的首位英文字母是需要大写的。所以像下面这个 student name 是2个英文字母组成，其中第一个小写，第二个要开始大写 student name 叫 Kevin。还有像这个 is coffee called，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是3个英文字母组成，其中第二个、第三个它们的首位英文字母都是大写的。好，所以像这样子驼峰式命名变数也是很常见的。那我们在 Python 的时候，我们多半会使用这个底线式的方式命名。所以新手在写程式的时候，很常会把变数命名的太简单，什么 A 等于Jeff， 然后 B 等于123这种。那我们会希望大家养成习惯，让这个变数命名比较有资料，可以解释资料的意义，像是 teacher age， 像是 movie name。今天我们来学一些 Python 的常用函式。
那关于这个常用函式这个 function 呢，我们可以先把它理解成是Python 的内建功能，等于是说有一些功能其实 Python 都已经帮我们先做好了，那我们只要呼叫就要去执行这些 function， 我们就可以达到我们期望的结果。那以下来教3个常用的，分别是 print、input 还有这个 type。好，那我们先从第一个来看。第一个教给各位的叫做 print， 然后我们说 print 是输出这个运算的结果来，所以呢，我另一个变数叫做 name， 它的值叫做 j， 然后我把这个变数给 print 出来，执行。好，各位可以看到说画面上就会呈现我这个变数的值本身，就把它里面的值给显示出来。那如果我今天去把 name 这个变数值换一下，比如说换成 Leo 好了，好，再执行。好，那你就可以看到，我画面上这个 print 出来的结果也会根据 name 的值不同，那就显示不同的结果。好，那如果我今天有多个东西想要 print 的话，比如说 hello， 然后逗点 name， 我就可以用逗点的方式把它隔开。所以形式上来看一下，这个第二个 print 里面有2个东西被我 print 出来了，分别是前面这个 hello， 然后逗点，这个叫字串嘛，字串。然后第二个是我 name 这一个 value 值，也就是 Leo 这个值也被我 print 出来了。所以其实我们就可以理解成是，如果你今天有东西想要显示出来的话，你就把它丢到 print 里面，这个括号里面。那如果你有多个东西想要显示的话，你就用逗点的方式隔开，就可以了。好，这是第一个 print， 就是我们要输出运算结果。好，第二个是 input 这个 function。那 input 这个 function 就是 Python 可以成为一个互动式的程式，让使用者可以 key 一些资料上来，我们再把这个资料塞到变数里面去。好，比如说我宣告一个变数叫 name2， 它是 input 执行完的结果，然后我再把这个 name2 给 print 出来，那我给它增加一些文字讯息，hello， hello 还是您好了，好，您好好了，您好，然后 name2， 然后给它3个惊叹号。好，所以你可以看到我这个 print 总共 print 了3个值出来哦。第一个是这个您好，还有冒号跟逗点这样的一个字串，它是第一个值。再来第二个这个 name2 的变数，它也会把这个 name2 变数值给 print 出来。那再来第3个就是这个惊叹号，这3个惊叹号，所以1、2、3，我这个 print 里面会 print 3个值出来。好，我们执行。好，那可以看到说画面上出现了一个对话框，那我输入 Jeff， 好了，那我再执行。好，它把我刚刚输入的值给保留在画面上。那第二段就出现这个您好 Jeff， 这个东西就是我这边刚刚 print 要求执行的这个结果。所以可以看到是说这个 input 的 function 啊，就跳出一个对话框，让我们可以输入，再把这个输入结果塞到 name2 这个变数。那我也可以再写第二个，比如说我要输入一个文字，输入一个数字。好，那我们 input 的括号里面呢，可以给它一些前缀词，也就是提醒我们一下说，你要输入的东西。所以我这边写，请输入数字，好，冒号，然后我再 print 您输入的数字是，好，然后逗点呢，好，所以一样，这边这个 print 是第一个是这样子的一个字串，那第二个是这个 num 的变数，这个变数值。好，我们执行。好，这个应该是上面这一段 input 的输入框，所以我先随便打一打 Jeff。好，再来第二个，它这边跑出这一个 input， 请输入数字的结果，所以你就 key 一个数字，比如说1、2、3、4。好，执行。那你可以看到说，它就帮我把我 key 的这个数字值给带进到这个 num 变数里面。那接下来透过 print 就帮我把它显示出来了。
所以我们一般 input 这个 function 的功能是，当你在开发的时候，你需要跟使用者互动，请他们输入他们的资料的时候，你就可以透过这个 input function， 那把它的输入的值塞到你要的变数，接下来再往后面去运算，这个是 input function。好，第三个是这个 type function， 那 type function 就比较好理解一点。它是用来看一个资料的资料型别用的，所以比如说我们来 print 刚刚输入的这个 name2 这个变数，好，执行，可以看到说它的值是 href 这个值，然后我们如果要来看一下这一个资料它的资料型别是什么，我们就可以使用 type 这个 function。好，所以我把 name2 丢进去。好，那注意一下，这里执行的话会先从括号内部里面开始执行，所以它会先执行这个 type name2， 先抓到说这个 name2 变数啊，它的资料型别是什么值，那再把这个算完的结果透过 print 这个 function 给显示出来。好，那我们执行一下。好，那可以看到是说，这边跑出了一个比较特别的值，那它指的就是说，我的这一个资料，它的资料类型是 string，str， 也就是字串类型。那 class 基本上我们指的就是你的类别、类型的意思。所以可以看到是说，上面这个 print 是帮我 print 出这个变数值，下面这个 print 是帮我 print 出这个变数的资料类型，它是一个字串。字串，那在 Python 的代号就是 str。好，那我再举另外一个例子，如果是数字的话呢，比如说我写 a 是123，那我 print a， 跟我 print type a。好，所以现在比较好理解了，上面就帮我 print 出这个变数值，下面帮我 print 一下这个变数的资料类型。好，那你可以看到是说它的显示结果，是变数值是123，那我的资料类型是 int， 这个呢是一个数值，那数值里面又有细分很多种资料类型，所以它是属于整数，那它的代号就是 int。好，那我们之后在写程式的时候呢，最基本的就是这个资料的运算嘛。那在程式的世界里，每一个资料都会是隶属于它特定的资料类型，像是这个 name2 是字串，那下面这个123是数字。那因为透过这样子的资料类型分类啊，我们就会有对应的处理方式，像是你就知道，我数字本身是可以相加相减运算的，可是你不会拿这个字串来做相加相减，因为这个听起来就很奇怪。所以我们呢必须要就是留意一下，现在这个变数值它本身的资料类型是哪一种。好，我们下个影片再来举例资料类型造成的悲剧。比如说我拿上面讲的这个 input function 来做范例，那我现在想要设计就是让使用者可以输入2个数字，我们再把这2个数字相加，然后把结果给显示出来哦。好，那我这样写 num1 是 input， 然后请输入数字，数字1。好，那再来 num2 呢，也是请输入数字，请输入数字2。好，那我们 print 一下 num1 加 num2。这很好理解嘛，就是数字1跟数字2的相加。这个2飞出去了。好，那 num1 加 num2， 好，我们执行。好，数字1是123，好，数字2是456好了。那我们相加起来应该是，好像很难算哦，多少？579。你看一下这边算出来的结果变成123456。好，那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情呢？那其实就是跟我们这个资料型别是有点关系的。因为当使用者就是 key 你的这个资料进来之后呢， input 这个 function 它预设的资料类型啊是字串，
所以在 Python 的世界中，你的两个字串如果执行相加这个符号的话，它会认为叫做字串合并。来，我执行一次给各位看哦。好，请输入数字1、1、2、3、4、5、6，数字2。你可以看到是说，它这边显示的这个叫做 str， 就是 string。当你两个字串在做相加的时候，这个叫做字串合并，也就是 str 加 str， 那它就会执行字串合并。字串合并就是把这两个字串给粘在一起，就把它这样子一左一右，相粘在一起。那这就不是我们要的结果。所以如果今天我们想要做的是数字相加的话，我们还要再做多一道功法，是把这个资料怎么样转换它的资料类型，让它们从字串的资料型别跳到数字。好，所以我们这边要做资料型别转换，那目的是要让 str 也就是 string 转成 integer。好，那怎么转换呢？我们这样写哦。那这个可能对新手来说会有点奇特，但没关系，我们先写一次。好 ，num1 等于 int 的 num1， 那 num2 等于 int 的 num2。那大家可以先猜看看，它的这个写出来的目的是在做什么事情 ？num1 加 num2。好，那我现在执行一下哦。好，请输入数字1，请输入数字2。好，你可以看到是说，一样，上面是我们刚刚运行的结果嘛，就在这边，先做这个 print type num1 num2，就是它们的这个字串类型。然后我如果直接相加，它是字串合并。那再来呢，我透过这边就是做这个资料型别的转换，它就变成了这个两个数字的相加。好，所以我们可以先理解说，这个东西其实就是做所谓的资料型别转换这件事。那我们把它这样想，左边是新的 num1， 新的 num1 会是原本旧的 num1 去把它转成这个 int， 这个 int 就是我们的数值嘛，整数的数值，所以我是做资料型别的转换。所以我 num1 新的 num1 是旧的 num1 转成整数。那我新的 num2 就是我旧的 num2 去转成整数。那当我这两个都是整数的时候呢，我在 print 它们的相加，就是我们要的这个数字相加的结果。好，所以呢，我们在做这个程式开发的时候，要特别留意这件事情。你的资料现在是什么样的资料型别？那你如何确认你的资料型别？就是透过这个 type function 来做处理。好，以上就是我们这个新手在学 Python 的时候很常用到的3个 function， 分别是 print、input 跟 type。好，那这些东西在我们后面的影片，就是在学越来越多东西的时候会反复的出现，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练习一下，去理解思考这个 function， 这几个 function 是怎么样去使用它的。今天要来介绍这个资料型别。一般我们程式在运算上，为了要更有效率，所以我们会把资料做分门别类。举凡前面讲解过的数字或是字串，都是一种资料型别，也就是所谓的资料类型。那今天会介绍3个资料型别，分别是负责数字的这个数值型别，第二个是逻辑运算上常用到的布林型别，第3个是名字很中二的这个空型别。那在往后的影片上面会陆陆续续介绍其他的资料型别，那预计会介绍7到8种，比较难一点、进阶一点的，像是 list 或是 dictionary， 这些都会教给各位。好，那我们来看这个第一个数值型别，它里面主要有3个小项。第一个是 integer， 这个整数值，那是你可以存所谓整数上面用到的，像是2啊、-3或是0，也算是这种整数值的资料型别。第二个是 float， 是负责浮点数的储存，所以你像是 3.14 或是 0.2345 这些具有小数点的数值，它们都算是这个 float 的数值型别。
第三个叫做 complex， 是我们所谓数学上的复数。一般我们是在做工程运算上会很需要用这种虚数或是复数型的这个计算模式，所以它是以 complex 这个括号 xy 的形式出现。那其中 x 为实部，那 y 是虚部。那如果各位是新手在学 Python， 没有要做到工程数学上的运算，那这个 complex 就不必太过于琢磨，我们只要熟悉整数型的 integer 或是小数的 floats 就可以了。第二个，布林型别。这个布林型别我们是用在做逻辑运算上的时候很常会使用到的资料类型。那它本身只有 true 或是 false 这两种资料值，是代表真跟假这两个意思。那所以往后我们在做一些逻辑判断、条件判断的时候，它回传给我们的结果就会是 true 或是 false， 也就是这个 Boolean 的资料型别。第三个，空型别。这个空型别叫做 num-type， 它基本上是一种很特别的资料类型，是属于超栏的资料，不隶属于任何一类。那举例来说，比如说我们要储存一个班级的学生考试资料，有人考了100分，有人考了60分，有人考了0分，那有同学没有来考，所以缺席。那前面这几个100分、60分、0分，我们都可以用数值的资料把它储存起来。那如果我们也要储存这个有同学缺失的话，我们就可以使用 num 这个资料值来储存它空的这个资料。所以一般我们看到 none 的时候，就表示它是空值或是有缺失值的意思。好，那我们直接来写一段程式看看哦。首先是刚刚提到的这一个数值的资料型别，那老师来另几个变数一下 ，a 等于123 b 等于456。然后我们对数字的认知是可以做这个4则运算的嘛，加减乘除，所以 a 加 b，a 减 b，a 乘 b， 那乘在程式的符号是这个米字号 ，a 除 b。好，执行。好，那看一下执行的结果，有579负3356088，还有最后这个最奇怪 ，a 除 b 是一个很长的小数，也就是我们的 float 浮点数。那电脑的世界啊，原则上运算的时候，小数是没有办法很精确表达的，所以它会是用一个近似值的方式表达。那所以同学如果看到这个很长的小数，也不用感到惊慌，这个是正常的现象。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资料型别哦 ，print type a 加 b 好了。那我们要看资料型别，就用上面提过的这个 type function。好，在 a 乘 b， 还有 a 除 b。好，执行。好，那可以看到是说，这个 a 加 b，a 乘 b， 原则上 integer 乘上 integer， 或是 integer 加 integer， 它出来都会是整数，也就是 integer。那如果是相除的话，很容易会产生小数，也就是我们这个 float 的资料型别。所以我们要来产生这个小数，你就给它打这个小数点就可以了。比如说 c 是 3.44，d 是 4.55。那我们算它们相加，还有相乘。好，执行。好，你可以看到说，它算出来也会是这个 float， 也是这个浮点数 7.99 跟 15.652。好，我们一样可以看它们的资料型别哦，所以是 print type， 然后 c 加 d， 还有 c 乘 d。好，执行。好，你可以看到是说，只要是 float 算出来的，本身都会是这个 float。那相信这边应该还蛮好理解的，整数的加减啊，算出来都会是整数。可是整数只要牵扯到可能除的符号运算的话，它就会是 float 这个浮点数。好，那如果你本身就是 float 的话呢，那它算出来都会是这个 float。好，那第三个是有提到这个 complex 的复数。
那原则上是我们在做工程运算或是工程数学上比较会常使用到的。那一样，老师举个例，比如说1是2加4j， 那这个 j 就是我们这个虚数的符号 ，Python 的虚数符号就是这个 j， 那 f 是-3减5j 好了。好，我们算一下它们相减，还有它们相除。好，执行。好，那你可以看到是说相减的时候是这个5加 9j， 相除的时候呢，它跑出了这个非常多的浮点数。那一样的问题是在于我们电脑的世界，它是二进制的，所以小数在除的时候没有办法那么精确的表达，所以它会是一个这样子的异位结果。所以同学看到了，不用怕，没有关系，这个是正常现象。好，那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资料形态哦。type 1减 f， 还有 type 1除 f， 执行。好，你可以看到说，我如果本身就是 complex 这个复数形态，那我运算出来的话，也会是这个 complex 的复数形态。好，这个就是数值方面，我们的数值基本上就是我们的数字的认知，就可以算4则运算。那在后面的影片会教各位一些像是你要算指数，或是整数除，或是取余数这些方法，我们会有对应的这个运算值出现。第二个是这个 Boolean 的资料，那我来写一下哦。Boolean 它的宣告方法就是 true， 其中它的第一个字母都要大写 true， 然后我令 n2 是 false。好，可以看到是说，只要是它内建的资料形态的话，这边这个都会变成绿色的字，所以 true 或是 false 都是他们内建的 Boolean 资料。然后，所以如果有人写错，它的 t 或是 f 没有大写的话，会变成这样子。你可以看到说，这个 Python 就没有反应，它这边是黑色的，跟上面这个绿色的是不一样的哦，所以这边要比较小心一点的地方。记得 t 跟 f 是要大写的。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它们的这个值，顺便把它们的资料形态也 print 出来。那我这一次就把它放在同一个 print 里面好了。好，所以第一个 print n1 跟 type n1， 第二个 print n2， 还有它的 type 资料性别。好，执行。那你可以看到说 n1 是 true， 那它的资料类型是 Boolean， n2 是 false， 它的资料类型也是 Boolean。那一般这个Boolean 的资料类型有提到说是在做条件运算上的时候比较会大量使用到的。所以比如说我写一个看一下哦 ，fg 好 ，g 是1、2、3。那我现在如果要问这个 g 有没有大于1000，我就写 g 大于1000。那这个在后面会教给各位，这叫做条件运算式。那这个条件运算式，它就会去运算说你的这个 g 的值有没有大于1000，然后会回传这个 true 或 false 的 Boolean 值回来。好，执行。好，你可以看到说这样子我运算的结果就是一个 false 值，因为我今天 g 是123嘛，本身是没有大于1000的。那所以我如果把这个 g 值改大一点，比如说2345，这样就大于1000了，所以我预期 print 这个结果就会是 true。好，所以而后我们在学这种条件运算值或是这种有比较运算值的概念在的话，它的运算结果回来都会是这个 Boolean 值，这个就是 Boolean 的资料类型。好，第三个 non-type。有提到说这个 non-type 是空值的概念，所以我来写一下哦。好，叫它 n3 好了。那我们要宣告一个空值 non-type 的话，它就是 non， 其中这个 n 也是要大写的。所以一样，我们来 print 一下 n3， 还有 type n3。好，可以看到说这是一个 num 这样子的值，所以它本身就是 num， 就是空值的概念。那它就是隶属于这个 num type 这样子的资料型别。
好，所以像这样子的资料型别，我们是用来储存或是运算这个空值上会使用到的。那它本身不算是 Boolean， 也不算是所谓 number integer 那些数值，那这是比较特别的地方。啊，这个在后面会比较常用到，所以现在这边跟各位提醒一下，之后有用到的，我们再来补充更多的资料。好，那我们今天要来讲解下一段是 Python 的这个字串型别。那一般我们称它叫做 string，string，在这个 Python 里面代号就是 str。这 str 是我们人类世界所谓的文字资料这件事。那在 Python 里面就叫做字串型别。记得字串型别对应的就是所谓文字资料。那可以用一个这个 quote 或者所谓 double quote 去显示，这就是我们来定义这个字串的方法。例如像 x 等于 book 这个字串，或是 y 等于 apple 这个字串。那第二个，我们可以利用 index， 也就是所谓的编号来提取字串内的值。那还记不记得我们说 index 这个东西是从0开始嘛？所以呢，我们在看这个字串的时候，像这个 book 它就会有0、1、2、3这4个字节，这样子以此类推的往下计算这个 index 编号。所以我如果打 x 中括号0呢，那它就会帮我提取出第一个字节的这一个字母，也就是 b。那如果打 x 中括号3 0、1、2、3，就会抓到最后一个字元，也就是这个 k。好，那第三个字串跟字串之间，我们常常使用加号来做所谓的字串合并这件事情。字串合并，那比如说我这边下面有举个例，像 A 是这个 hello 字串，那 B 是 Jeff 这个字串。好，那如果我今天写 A 加这个空字串再加上 B 的话呢，它会就帮我把这3个字串连成一个大的字串合在一起，就会输出右边这个 hello Jeff。好，那我们来实际写一次看看哦。首先第一个，我们来定义一下字串，所以我写name 等于 Jeff。那刚刚有提到说，我们在定义字串的时候会用这个 double quote， 那它是 Enter 左边的那一个键盘，所以例如像我定义 name 叫做 Jeff， 然后再定义第二个，比如说 message。好，那假设这个 message 是hi。那第三个，比如说 today， 这里多了一个点 today。好，那 today 的话，这个的话，我把它写一个这样子的 quote， 那它本身也会代表所谓字串这件事情。好，比如说今天是礼拜日。好，那我就把它 print 显示出来哦，我 print name、message 还有 today 这3个一次显示出来。好，我们执行。你可以看到这边就跑出 Hi Jeff Hi 礼拜日这样子。好，那我今天想要再多打一个，比如说在 today 这边加一个今天这2个字，今天，这样我执行。啊，就看到 Jeff Hi 今天礼拜日。好，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定义字串的方法，是不是很简单哦？再来第二个，我们要使用 index 来抓这个字元。比如说呢，我举个例哦，我 print 好 name， 刚刚提到是说我们可以使用它这个字串里面的 index。那第一个就是 index 0，第二个是 index 1，我们 index 是从0开始的，所以我通过这个 index， 我就比如说我要抓 J 这个字元，我就使用 name， 然后中括号0。好，那比如说我想要抓那个 message 里面的这个惊叹号好了，那如果是中文的话，它的字元一样是从0开始哦，所以0、1、2，那所以我们要抓的是 message 的2。好，那如果是礼拜日的话，好，假设我想要抓日这个字好了，然后我们可以使用这个0、1、2。那在 Python 的话，它比较特别一点，它允许你的这个 index 值可以是负的。那如果是负的话，基本上就是反向回来看。
如果它是0，那这个从逆回来看，它就是-1、-2、-3。所以我要抓日这个字，我可以使用today 中括号-1。好，我们执行。你可以看到0这个就抓到 J 了。那再来 message 中括号2就抓到惊叹号。那 today 中括号-1就抓到这个日这一个字元值。所以我们就会透过这个 index 值来抓字元。好，那第三个我讲一个比较复杂一点的。如果我今天是想要抓其中的一段文字怎么办？比如说我打article。好，比如说我今天打一个 articles， 叫做今天本土确诊人数为0，可喜可贺，可喜可贺。那我的话，我可以使用一段范围的方式来抓中间部分的字词。比如说我这样写哦，我写print article。那在 Python 的世界的话，你一样写中括号，并且中间用冒号，前面放你想要抓的开头，后面放你想要抓的结尾。比如说我想要抓从 index 0抓到 index 8，那我们执行看一下哦。然后你可以看到说从0到8 ，0、1、2、3、4、5、6、7，好，所以从0抓到8就会从今这个字抓到 index 8是为那个字嘛，但不包含第8个，所以就抓0，今天一直抓到人数。所以我也可以写说article 从7抓到比如说10好了，那我们看一下它会显示什么。从数这个字开始抓到 index 10，但是不包含10，所以它就显示了这个数为。好，所以这个用中括号并且使用冒号，给它一个起始跟一个终止点，这个就是我们拿来抓取部分段字元的方法。然后，所以如果你想要抓单一字元，你就给它输入你想要的 index。那如果你想要抓部分一段的字元，你就给它一个 index 起点，给它 index 终点，这样就可以了。第三个，我们可以使用加号来做字串的合并。比如说我把那个 name 跟 message 合在一起显示。好，我这边打 print message 加我是，然后加name。所以我可以预期到是说它会显示出 hi， 然后我是Jeff 这一段字串出来。好，你可以看到hi， 我是 Jeff， 那我在这边加一个空格哦。好，这样可以吗？好，那我一样可以把字串合并出来的结果存到一个变数。好，比如说叫 test 好了 ，test 叫做。好，我写今天放假，因为今天是加这个 today， 然后再加逗点，再加我在这边再写一个变数叫 tomorrow 好了，礼拜一。好，今天放假，因为今天是我们加这个 today， 再加逗号，接下来呢再加明天要上班好累。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说我这边一共有1、2、3、4、5、6，有6个东西把它一次加起来，然后呢丢到这个 test 的变数里面，就让它显示。好，所以我们一样把 print 结果一下哦 ，print test 这个结果。好，你可以看到说最后一行这边显示，今天放假，因为今天是礼拜日，明天礼拜一要上班好累，就这样显示出来了。好，所以我们可以透过这个加号，把整个字串做像这样子相加合并，合并成一个大字串之后呢，再一口气输出。其实这个做法是还蛮常见的，所以也请各位多练习，稍微习惯一下。透过 index 抓字元，再使用加号做字串合并。接下来我们来讲解字串类型中常用的8个功能。那其实它的功能非常多种，那我在这边列了是我自己开发程式的时候很常用到的8个功能。好，我们直接来看程式哦。好，我们来讲解一下这个 string 常用的一些功能。第一个是这个点 format。那点 format 的话，其实我们称它叫做字符串。看这边有写叫做字符串模板，这什么意思呢？我一样写几个例子哦。比如说 name2 叫做 Kevin 好了。好，那我写一个变数叫 message to
它是嗨嗨，我是，然后刚刚我们都会说我是写嗨嗨，我是，然后加 name to 嘛，上面讲到的是所谓字串合并这件事。好，那我们现在其实不要这样写，我们换另外一种写法。我们怎么样呢？我们把它改成在我是的后面这里加一个花括号。那记得这个是要加在字串里面的哦，花括号。那后面呢，点 format， 然后把我的这个 name2 的变数丢进去。好，那我们把它 print 出来看一下哦。执行。你可以看到是说，它显示了坏坏，我是 Kevin 这个讯息出来。好，所以如果我把 name2 的这个 Kevin 值啊换成，比如说，我是 Ellie 好了。好，执行。你看到他说，嗨嗨，我是 Ellie。好，那这什么意思？这个字符串的意思是说，它相当于是帮我把这个字串这边挖了一个空格，然后后面使用点 format 就帮我把这个变数的值给它嵌进去。所以这是挖空，然后把这个变数里面的值给它嵌进去，于是这个东西就会形成一个新的字串结果。那它的好处呢，就是说你今天可以根据你不同的变数，产生出不一样的这个讯息出来，只要是走同一个这个文字的模板，所以它才叫做字符串模板这个概念。好，那我可以这样写哦。今天等等，然后天气等等。好，所以可以看到说我这边挖了2个空格嘛，所以我预期是，我把它复制到下面来。我今天挖了2个空格，所以我预期是它可以填入2个变数。好，所以呢，我要写今天 today two， 我另一个变数叫做 today two 是星期日。那天气嘛 weather， 好，假设今天下雨天，好，今天雨。好，所以我可以透过这个点 format 的格式，帮我把这2个变数值嵌入到这个模板里面去。所以我这样写哦，点 format， 然后放 today two， 还有 weather。好，我一样把它 print 出来看一下哦。好，我们执行。你可以看到，今天星期日，天气雨。那所以，如果我根据同一个模板塞不同的变数值进去，就可以产生格式相近，但是显示出来讯息是不一样的东西。比如说，我打 today 3，好，这边写星期一，然后 weather 2，也 weather 3好了，直接拉齐。那这个 weather 3就给它晴天，大晴天。好，那这边我就写 message 4，它是用一样的格式，但这一次，这一次我的点 format 就丢 today 3还有 weather 3进去，所以我们写点 format， today 3，然后 weather 3。好，所以一样，我们把它 print 3跟4都一起来看一下哦。好，我们执行。你可以看到是说，格式一样，但是因为我今天 format 丢的这个变数值不一样了嘛，现在丢 today 3还有 weather 3，它显示出来就变今天星期一，天气一大晴天这个讯息。好了，所以我们点 format 可以来帮我们打造这个格式很相近的讯息，透过丢这个不同的变数，就可以显示不一样的讯息。这在我们后面要 print 一些我们 debug 要用的 log 讯息时候是还蛮常用到的。好，这个就是点 format。再来第二个，这一个利用字串 index 取值，这个刚刚上半段的课程有讲到了，所以我们再来做一次哦。比如说 print message 是我取1到3个字元，显示一下，它就跑出天来了。那我把它显示多一点，比如说8好了。
它就跑出天星期一。那这个就留给各位同学去算一下，为什么我们的 index 值1到8是天，然后一直走到这个星期一。那有另外一个写法是这样了，如果你想要取某一段开始一直到结束，比如说取这个1好了，星期一的1，所以01空格也算哦，0、1、2、3、4、5，从5开始到结束。那我们这个可以这样写，中括号冒号，左边放起点嘛 ，index 5，右边放终点。那如果你没写，它预设就是走到最后，所以我们执行。错了，怎么会这样？A message 啊 ，message 啊。好，所以你可以看到，它就从1就一路走到天这个终点了。这就是字串透过 index 取值的方法。好，我们来画个线一下哦。好，画线就是先打一个你要的字元，然后看你想要画多长度，你就用乘的符号，比如说我乘以50，就等于说让它复制50个这样子的横线字元出来。这个是 Python 的画线的方法。好，第三个我们来讲一下这个字串的分割split。然后我一样先打一段讯息哦。您今天好不好？有点热，可能去吹冷气比较好。好，但假设我有这段讯息，那我们现在可以利用 split 这个字串的功能，去帮我们切一下我想要的字元组出来。什么意思嘞？我直接写比较快哦。message 5好了。好 ，print a message 5，然后我写点 split。那中间放我想要切割的字元，那我这次比如说用逗点来切。好，那我们执行一下，把这个划线符号放下来，然后执行。好，你可以看到是说，它变成这个，有一个中括号在这边，然后您今天好不好啊？逗点有点热，那可能吹冷气比较好。好，那这什么意思呢？这个东西相当于它帮我把这样子的一个字串啊，切成了4个元素。切成了4个元素，其中这是第一项元素，这是有点热是第二项元素，那可能去吹冷气是第3项，比较好是第4项。那这个东西我们称它叫做 list， 这在后面的章节会介绍到，也是一个很常见的资料格式。那反正我们先记得，你原本一个字串呢，经过 split 一切，它就帮我切成4个单位。那这4个单位帮我放到了一个 list 里面。好，我再随便举个例子哦，比如说 test 3好了，它是一个字串 AA 横线 BB CC B 11，然后 test 4是QQ 分号 JJ LL， 那我这边故意写加KK。好，我们先来看 test 3哦。test 3一样，我想要把它的这个字串啊切成 AA、BB、CC 各自独立的话，我们可以使用 split 点 split。那 split 的里面就放我想要切开来的那个字元的符号，所以我想要用横线切，我就放横线。那刚刚我们是用逗点切，所以我放逗点。好，你可以看到是说，这个经过切割完之后，它就变成5个东西 ，AA、BB、CC、DD、EE 分开来了。那再来第二个，如果我把 test 4也稍微切一下，那 test 4我选择用分号切，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结果会发生什么事哦。好，你可以看到是说我用分号一切的话呢，前面这边有分号的会被我切开来 ，QQ、JJ。那后面这边因为没有分号嘛，所以它会被视为是同一个元素，所以它就被保留在一起了。这个就是 split 的方法，帮助我们做这个字串的分割。那这样我们就可以针对我想要用到的元素去做个别的操作。好了，那第4个我一次讲完哦。这个 join 呢 ，join 的话是来做字串合并的，它是反过来。你原本这样子，如果切开来成 list 的资料，我想要把它组合
组合起来，组合成一个字元的话，我们可以这样做。data 3就是 test 3的 split。好，那我先用横线把它切开来嘛，切开来应该就会长得跟刚刚显示的这个 AABBCCDDE 一样了。那我把划线的贴下来一下哦。好，那切开来完之后呢，我现在故意想要把它反过来，把它组合回去。那我这样写哦，它的写法是先写一个字元点 join， 然后再一个括号。好，这个 join 的写法比较奇特，前面这个放我想要合并的字元符号，比如说我想要用逗点合并，后面放我想要合并的这些资料，所以我把这个 data 3放进来哦。好，我们先执行看一下结果哦。好，你可以看到说，它被合并成一个字串，也就是 AABBCC， 用逗点连在一起。所以我也可以选择不要用逗点连，比如说我用惊叹号连好了。好，3个惊叹号连在一起，点 join data 3，执行。好，你可以看到，它就被这个惊叹号连在一起了。那当然，你如果无聊啦，你可以写很多，比如说横线 QQ 横线点 join。那右边这个 join 括号的啊，其实只要放你被切开来是用 list 的形式都可以塞。比如说我们想要试着这个，您今天好不好？有点乐这东西，我看一下，它是这个 message split。好，我们把它复制放进来哦，只要是 list 都可以拿来帮助我们做字串合并。好，所以你可以看到它就显示了，您今天好不好啊？那横线 QQ， 那有点热，那横线 QQ， 它就透过这个横线 QQ 横线帮我完成了这个字串合并。好，那这边4个1、2、3、4，对，这边4个是我们很常用到的对字串做处理的这个常用的功能。那我们给各位练习一下。接下来后面4个分别是 stripe、start with、replace 跟 find。那这边教各位的用意是，我们先试着写一遍，写一遍。那大致上知道说，原来有这些功能可以使用就好了，你也不需要死背，好不好？不需要死背，就是你后面有遇到了，你再回来查怎么用。但你先大概知道说，原来我们针对字串处理的时候，可以有这么多的方法来使用。好，再来第5个的话，来讲解一下这个 stripe 哦，这个是我们也是很常用到的，就是去头去尾的意思，帮我们把多余的空白给去掉啊。比如说我写一个空白很多，那 this is a book， 好，空白。好，那因为这种空白基本上存进资料库的话会被认为是脏资料，所以我们必须要做一部分的这个资料清洗。那去掉空白很简单，就是针对这个 message 5这个字串变数去使用这个点 stripe 的方法，所以我们就直接写 message 5点 stripe， 然后刮弧就是执行它这个清洁的方法，这样就可以了。好，我们执行。好，你可以看到是说，这个this is a book 就真的是把空白去掉了。你会心存怀疑吗？想说，真的吗？还是你只是显示不出来而已啊？那我们把原本的 message 给 print 出来给各位看一下哦。你可以看到，这边本来前面有这个脏脏的空白，经过点 stripe 处理，它这个空白就去掉了。好，所以这就是点 stripe。那再来第6个这个 start with， 它就是用来检查说你是不是用某一个字串当做开头的这个判别式。好，我一样写 message 6，那我一样写this is an apple 好了。This is an apple。好，那我 print 一下这个 message 6。好，我要检查是不是用某一个字串为开头，你就使用它的方法叫 start with， 记得是 start with 哦，这边有个 s。括号里面就放你想要用来判别的
这个字，比如说我想要判断是不是用 this 开头，然后我想要来判断它是不是有比如说 is 开头好了。好，那我们自己应该知道说这个会是对的，这个会是错的。那我们看一下结果哦。好，你可以看到说，如果它判断成功，对，你是用 this 当开头，那就会回传这个布林值 true。那如果它判断说，你是 this 开头，但你今天问说是不是用 is 当开头，它就会回传 false。好，所以我也可以判断一个单一字元就好，比如说我判断它是不是 t 开头，所以我写 t。好，执行一下。好，你可以看到说，这里是 true， 所以代表说是它判断说你是用 t 当开头，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用来判断，是不是用某一个字元当开头的这个方法。那跟它对应的啦，也有是不是用某个字元当结尾的，这个就留给各位自己去查了。好，再来第7个 replace， 这个也是很常用到的，是我们在做替换字元这件事。我一样拿 message 6来用哦。比如说我想要把这个 apple 换成 egg 好了，把苹果换成蛋 ，message， 然后我们使用点 replace。好，点 replace 前面放你想要替换的东西是 apple， 那点逗点后面放你想要替换的字元，比如说 egg。好，所以我们来看这一条哦。我们要算的东西是把 message 6去 replace 什么呢？把 apple 换成 egg。好，我们执行。好，你就可以看到说，this is an apple 换成 this is an egg 了。所以我也可以替换，比如说把 this 换成一些很奇特的字母，比如说 A B C D。我们把 this 换成 A B C D。好，执行。你看到说原本 this is an apple 换成 A B C D is an apple 了，所以这个就是替换的这个 replace。好，那在这个 replace 上面，它可以替换多个，意思就是你可以点 replace 之后呢，后面一直点 replace 下去。比如说 message 7是 message 6点 replace， 好，把 apple 换成 banana， 然后呢，它继续点 replace， 把 this 换成 that， 然后呢，我原本有2个波浪符号嘛，我也可以把它替换掉，把波浪符号换成是惊叹号。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message 7的结果。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message 7的结果。unexpected indecent， 哎呀，好，那看起来说牌有问题，我们加一个这个反斜线的符号，执行。好，你可以看到是说，这边就跑出了 that is an banana， 我的 list 啊。然后 apple 啊，还有波浪符号，全部都被我按照这个 replace 的执行顺序替换掉了。好，所以我们可以先了解到一件事，这个 replace 在做替换的时候，它可以一直不断点 replace 下去，所以替换多个这个我要的字串下去。好，那刚刚有发生一个说牌的问题啦，给各位看一下哦。unexpected indent， 好，这个意思就是指 Python 的说牌发生了问题，所以呢，我为了让这个 Python 知道说我这几个程式是连在一起连贯的，我们在后面没打完的地方要加一个 Enter 上面的这个反斜线符号，它呢就会知道说你这3段程式是连在一起的，它就会直接执行的。好，这个是 replace 的做法。OK， 那最后一个点 find， 它是用来找寻你的这个某一个字串。它第一个出现的 index 值位置。好，这个应该也是蛮好理解的，我直接写咯。一样用 message 6来写，我们来看一下，如果我 message 6，我直接写点 find， 那我期望的字串是 I 好了，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麻烦请告诉我第一个
i 这个字串出现的 index 值在哪边。好，所以我们看这个原本的字串，可以知道说它的 i 应该是012，它这个结果应该会回传2给我，有2。那如果今天我再打大一点，比如说我想要找 Apple 这个字串，所以它会去比对，你的这个字串里面有没有 Apple 啊？有的话，那它就会以 Apple 出现的这个字串的 index 当做那个值回传给你。好，所以你就得到了原来 Apple 是从第11个 index 开始出现的。那如果你今天要找的字串不在里面的话呢，比如说我要找test 的 QQ 好了，好，针对 message 6去找 test 的 QQ，看也知道里面没有 test 的 QQ 嘛，所以我一执行，它什么都没有，它就会回传-1了。所以这个典范啊，很常用来帮我们找一下说，我期望的某一个字元有没有在这个字串里面。有的话，那就得到它的 index 值；那没有的话，就是-1。所以我们就可以检查它是不是-1，帮我们判断这个我要的字元在不在这个里面。这就是典范的作用。好，以上我们讲解了大概8个字串常用的方法。那可以看到是说，大部分的用法其实都是这一个字串，然后去点它的某一个功能，比如说点 split。点 stripe 或是点 replace 这些，其中有一些比较奇特，像是 join 好了，它是反过来的，是你的这个合并的符号点 join， 那里面要吃的是一个 list 的资料格式。好，所以请各位先大致上练习一下这个字串上面我们常用到的这些方法。好，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运算子这个观念哦。那运算子是什么呢？蛮好理解的，基本上它就是2个资料之间在做运算的中间那个符号。好，比如说我们常写2+3这样子东西嘛，那这个加号就是一个运算值哦，这加号就是一个运算值。那在程式的世界呢，大致上可以分成3种运算子。第一种就是算术运算子，像我们常见的加减乘除，就是这个算术运算子的部分。好，那我们先往后看一下。第二种是关系运算子，我们常讲的比大小，你的数字要比大小，就是视为关系运算子。好，那第3种就是在做逻辑运算的时候，像取交集、取连集这种 and or 或是 not 的符号，它就是一种逻辑运算子。好，那我们就来程式这边看一下这3个运算子在程式上面要怎么样的打哦。好，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算术运算子的部分。那这个算术运算子就是我们习惯的加减乘除，所以一般是专门给int float 或是 complex 这样子的这个数值类的这个资料型别在做的。好，像什么呢？比如说我们说 A 是12 B 是25，那我们当然会给它做这个加减乘除的运算嘛。加减乘除的运算，乘除。加减乘除的运算，那这个加减乘除就是一种算术的运算子。好，那除此之外呢，你也可以做这个指数类的运算，指数。比如说什么？例如说我们写2的10次方，那期望的答案会是1024嘛。好，那在这个 Python 上面要怎么写？指数的写法它是2个乘的这个符号，2个乘的符号，就这个星星，它会变成指数运算。好，所以比如说我写2的10次方，或是6的3次方。好，我们执行，那就可以看到说，这个是1024，那6的3次方是216，这个就是指数运算的这个算术运算子。好，那除此之外呢，它还可以做整数除，
然后整数除是什么呢？比如说我写108除以100哦，那它出来的应该会是得到这个1.08这样子的小数，这样的 float 嘛。但如果你今天想要的是得到这个整数的话，Python 有个语法，它是108两个除的符号，它就会直接变成是整数的答案整数的答案。所以我可以这样写，比如说2376整数除123，看一下它的得到的这一个商嘛，我们说整数除这样除下来得到的是商，就是这个19。最后它也可以有一个取余数。取余数，这个是谁？取余数，取余数，取余数。那一般我们它叫做 module，module 这个数就是 percent 的用法。所以比如说像上面的108除以100，那如果你要取的是余数的话，你就写 percent 100，或是2376的余数。2376除以123的余数就是 percent 123。好，我们执行。好，所以它的余数呢，108去 percent 100，它的余数就是8嘛。那2376去 percent 123，它的余数就是39。好，那所以呢，我们只要是数值类的计算，它就可以有这些算术运算子在。好，这个是给数值类的运算子的部分。那有一些是给字串类，就是我们的 str string 也可以用的这个运算子。那老师来写一下哦，先画一条线。画一条线。好，那它的加号跟我的乘号是这个字串类也可以使用到的运算子。好，所以专门给 str。好，那加号的话，如果是在字串类的话，它就会变成字串合并。像什么呢？像是比如说我写一个 a message 5等于嗨嗨，然后加一个逗点，再加一个今天下雨了。然后我们 print 一下这个 message。那如果你是字串的资料使用相加的这个运算子的话，它会变成字串合并，所以它会变成这样子大的字串塞到 message 5里面这个变数就看到变这个嗨嗨，今天下雨了。好，那再来还有什么呢？还有一个是乘的符号。乘的符号的话，它会变成是这个字串的。字串的扩张好了，扩充。好像什么呢？像假设我写 message 6，好 message 6如果破音的，这样我写 message 6，好 message 6的话，假设我写一个 dash qq dash， 那给它来乘个10。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message 6是什么。你就可以看到它把这个 dash qq dash 就这样子把它复制了10个，复制了10个。所以我们刚刚在这边做这个划线符号，它也是一样的概念，它把这个 dash 的符号复制了80个。所以如果我也可以这样写 abc 乘5个好了，所以你就可以想象成它会产生 a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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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共产生5个，然后连在一起。这个非常的好用。这个乘的符号放到字串这边非常的好用。好，那所以如果透过这个字串的相加相乘的话，我们来整理一个东西一下整理一下。关于显示这个文字出来，关于显示文字出来，我们可以有哪些做法呢？比如说，我 name 1叫做 Jeff 好了，那 name 2叫做 Leo。这个 Leo 乱用啊，每次上课都用到 Leo。
好，那我们可以单纯的使用 print 显示，单纯使用 print。改一下，这个关于显示组合文字出来好了，组合的文字出来。然后单纯使用 print 的话，我们这样写 print， 然后 name one 逗点汉逗点 name two。好，我们执行一下。好，那老师这边再画个线消，画线比较好看一点。可以看到说，单纯使用 print 的话，我把 name one， 然后第二个这个汉，还有 name two， 把它全部丢到 print 里面，就可以跑出我们要的这个 Jeff 和 Leo 的显示结果。那第二个可以使用上一段影片教大家使用 format 的格式使用 format， 然后使用点 format 合并成大字串显示。所以我们可以怎么写呢？我们可以先把我们要的这个显示的格式先打出来显示的格式先打出来。好，所以我给它挖一个洞，汉再挖第二个洞，然后呢后面写点 format， 点 format， 再分别填入这两个挖空的地方要的变数值，所以是 name one， 还有 name two。这样就可以了。好，我们执行一下有看到这个显示的结果也是 Jeff 和 Leo 所以这两个方法都可以。那再来第三个的话呢，其实可以使用这个相加的方式这个使用相加字串合并的方式。所以我使用加号做字串合并。使用加号做字串合并，所以我们可以怎么写呢？像 message 7等于 name one 加上汉这个字，再加上name two 合并成大字串之后，再放到 message 7这个变数，最后把它 print 出来。我们执行。好，那这个是Jeff 和 Leo， 但这个汉是连在一起的。好，所以我们在这个汉这个字中间再给它前后一些空白哦。好，有看到这时候我们又变成Jeff 和 Leo 了。所以以上这三种方法都可以拿来做这个组合文字的输出。看你要使用单纯的 print， 就把你要的文字丢进去，或是用点 format 的形式合并成大字串。你也可以用加号的方式做合并。老师自己 coding 的习惯，喜欢用这个点老师自己 coding 的习惯，喜欢用中间这个点 format 的形式做字串的显示。好，下一个我们来讲一下关系运算子跟逻辑运算子那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右下角这个图卡，稍微瞄一眼这东西大概是什么样子的东西这是废话，东西是什么样子的东西。好，那关系运算子的话，其实就是我们做数值比大小时候会用到的符号，像是大于、小于、小于、小于，然后等于。那等于的话，通常我们要比较两个东西是不是相等在程式上是用两个等号就是那个很让人尴尬的两个等号。那如果是不相同的话，就是惊叹号再一个等于。好，那我们实际上来写一下比如说 A 是12，就是我们的 A 跟 B，A 是12 ，B 是30。那我们可以 print 一些他们比较的结果，比如说，请问一下 ，A 有大于 B 吗？或是说，请问一下 ，A 乘上3倍有大于 B 吗？所以第一个就是问说，请问 A 有大于 B 吗？第二个是问说，那 A 乘上3倍有大于 B 吗？那我们执行。
好，那执行的结果会得到这个 false 跟 true， 就是我们的布林值哈。如果你的条件是对的，它就会传这个 true。A 12乘上3倍36有大于30，这个对的，所以就 true 了。那 A 本身是没有大于 B 的，所以它第一个结果就是 false。好，这是大于小于，我把一个改成小于，再写一个小于好了。好，所以如果比如说，A 有小于 B 除以2吗？那 B 除以2是15，所以 A 有小于 B 除以2吗？有，那运算的结果就是 true。好，那再来如果 C 等于90的话，我们要来比较这两个值是不是相等的话，就用2个等号的写法。所以像 A 乘上3有等于 C 吗？90啊，90。那或是你问 B 乘上3有等于 C 吗？执行。那第一个这个结果 A 乘上3倍36不等于90嘛，所以是 false。那 B 乘上3倍是90，有等于90，那就是 true 了。好，所以2个等号是用来比较这个左边跟右边的值是不是相等的，2个等号，记得2个等号。好，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的字串也可以拿来比较比如说 name4 是 Jeff，大写的 Jeff， 那我可以这样写，比如说name4 是 Kevin 吗？是 Kevin 吗？或是问说name4 是不是不等于小写的 Jeff 啊？好，执行。那我们看最后2个，这个 name4 它是 Jeff 这个值，那请问一下，它有等于 Kevin 吗？没有，所以它是 false。那再来 name4 有不等于小写的杰夫吗？有，所以它就是 true，回传 true。所以一般我们在理解这个关系运算子的时候，试着把它用问句的方式了解试着用问句的方式会比较容易了解。用问句的方式，比较容易理解。好，所以你就相当于问自己说，请问一下 name4 是 Kevin 吗？或者说，请问 name4 是不是小写的 Jeff？你就可以知道说它只是 true 还是 false 这样子。好，最后来讲一下这个逻辑运算子。逻辑运算子。那逻辑运算子的话，就是我们这边列的这个 and、or 或是 not 这3个东西。and、or 或是 not， 那它是在做这种逻辑上面的交集啊、连集啊，或是取反向的这样子的思考所以来，老师画个线一下，画线。好，那来一样拿上面的 A 跟 B 当例子所以比如说我可以写，请问一下 A 大于10吗？如果我们执行 A 大于10，这一定是 true 嘛？那如果你今天有多个条件要组合在一起可以试着用 and 这样子去写一下。好，请问一下 A 大于10 and B 小于60吗？请问一下 A 大于10，而且 B 小于60吗？那你把 A、B 放进去，稍微想一下就知道，所以这个是符合的，所以它就会回传 true， 这样回来。好，那我们也可以问说，请问一下 A 是不是偶数？所以我可以这样写，A 是不是偶数？我们可以用 percent 来思考，就是取余数这件事，让它对2取余数。如果 A 除以2的余数是0的话，那就可以认为这个 A 是一个偶数。所以说，请问一下 A 是偶数吗？执行一下。是 true， 对。好，那所以如果我要今天在一个复合条件，我可以写说 A 是偶数，或是 B 是偶数吗？那这个就是 A 要是偶数，或是 B 要是偶数。
所以你就可以用这样子的这个 OR 的逻辑运算，把这两边的条件去做一个连集。你要 A 是偶数，或是 B 是偶数。好，那我们写这个是要干嘛的呢？那其实写这个关系运算子还有逻辑运算子，它其实的目的是要帮下一个东西做铺陈哦。这我写一下哦。帮下一个东西做铺陈。那这个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流程控制流程控制。像比如说我写，先来预告一下，流程控制。好，比如说我可以这样写if a 大于0的话，a 大于10好了，那我们就可以 print 一条讯息说，好，今天的课结束了，今天我们下课。我们来看一下，这 a 是12，所以我们执行这个流程控制的话 ，if a 大于10，如果 a 是10的话，就执行里面这个 print。今天我们就下课了这个东西呢，因为今天 a 是大于10的。好，那如果我们把 a 换小一点把 a 换成3好了。好，那a 换成3，这个时候这个 if 的值，它的这个判断式的值是 false， 所以就不会有执行这个我们下课这件事情。有看到这个，因为条件没有符合，就不会执行了。所以那透过这样子的流程控制跟这些运算子的这个逻辑操作所以我们可以写这样子的式子出来一下。好，假设今天的老师是 Jeff。那我可以这样写 ：if teacher 不是 Jeff 的话，如果今天老师不是 Jeff 的话，那我们就不上课了。今天不上课，今天不上课了。好，那如果今天老师是 Jeff 的话 ，else。好，我们开始上课。好，我们开始上课。执行一下。好，今天因为老师是 Jeff 嘛，所以今天因为老师是 Jeff 嘛，所以呢，今天透过这个 if else 的时候，他去比较这个式子。请问一下，这个 teacher 是 Jeff 吗？他是，所以这一个式子是 false， 它就会走下面这一条路。我们开始上课。那如果我把 teacher 换一下，换成 Kevin 好了。好，今天是 Kevin 老师，所以他符合上面这个teacher 不是 Jeff 这件事因为今天 teacher 不是 Jeff， 所以他走上面这条路，我们今天就不上课了，不上课了。好，那关于这个关系运算子还有逻辑运算子的操作，我们就先示范到这边。在后面教流程控制的时候呢，就会大量的运用到这些的写法，大家会比较对这个运算子有更多的感觉。大家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讲解 Python 这个比较烧脑的部分我们就进入到流程控制的这个领域流程控制的领域。那后面还有另外一个叫做回圈，那基本上就是大家开始会想要逃难，就开始觉得程式很难学的地方。所以呢，就如果有觉得很卡的同学，就要多练习多想了。那我们第一个先来理解这个基本的 if else 论述这基本的 if else 论述，这个呢是在做这程式的控制用，所以我来先写一下这个 if else 也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如果if 是如果，那 else 就是不然的话，其他，所以我们会这样子理解 if 的话就走 A， 那不对的话，那就是 else 走 B if A， 要不然就走 B， 这两个2选1的感觉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右边的讲义。好，看一下这段程式码，这边我宣告了一个变数叫做 x 是12。那接下来它开始走这一段 if else 的程式。if 如果 x 大于0的话，我就去 print 一条讯息是 positive， 代表是正数。好，如果不是，就走 else， 好，不然的话就 else print negative， 它就是负数。
所以呢，我们可以理解成这2条路，它只会选一条走所以是 if 如果正数就 print positive， 不然的话就 print negative， 这个就是 if else 的程式结构。好，那当然你的条件可能会有多个嘛，所以我们有时候会有这个多重论述，就是 if else if else if else， 就会有多个条件让你选。好，那关于这个怎么写呢？我想我们看程式比较快。然后老师切到这个程式这边去。好，那我们来实际写一下这个流程控制 if else 要怎么写哦。所以我们现在来学流程控制1 if else。这东西会在你未来写程式的人生中一直不断的出现，所以你就必须要好好的理解，要怎么把你的想法转成程式。好，那我们来写一个情境，这边我宣告一个 x 变数，那如果 x 是正的话，我们就显示 x 是正数如果 x 是负的话，我们就 print 显示一个讯息是 x 是负数这件事。好，那我们这边就宣告一个 x 变数。那接下来 if 如果 x 是正的话，那我们就print x 是正数。那大家应该会有发现到，当我这边打冒号按 Enter 的时候，它自己就往下这边，然后空了4格，这个叫做缩排这叫缩排。它会自己缩排到里面，这就是我们要执行的这个程式。好，那再来的话，如果 x 是正的，那 x 是正数 ，else 不然的话 ，x 是负数。好，那我们就可以来执行看一下结果所以我 x 是20，那这个 x 它会显示它是正数。那如果我给它负123的话呢，它应该会显示 x 是负数。所以 x 是正的，它就会执行上面这一段程式，然后做完就结束了。那如果今天 x 是负的话，它会执行下面这一段程式。那所以我如果在整个 if else 走完，再写一个 print 讯息，写说 if else 结束。好，所以你看它程式怎么执行这边宣告 x 是负123，接下来进到这个 if else 里面去比较。好 ，if x 大于0，请问一下x 有大于0吗？请问一下x 是正的吗？不是，所以它会走下面这个 else print x 是负数，对好，那做完之后呢，就开始离开程式，再往下这边做到if else 结束这个讯息。好，再来我们可以学多一点东西首先是这个 if else 的缩排里面，它其实可以做很多事情，像我 print x 是正数，那我还可以再多 print 一些讯息像这个我画一条线，这个30就好。再 print 比如说嗨，我是杰夫老师，我是不会打台语我是杰夫老师。好，那我们执行。好，那现在 x 是负的，所以只会走 else 这一条路。我们把 x 变正的数字，比如说336好了。好，那当它 x 变正数的时候，它就会做这个上面if x 大于0的这个缩排的东西。所以它 print 的 x 是正数，那横线还有嗨，我是杰夫老师这些讯息。那同样的，你的 else 里面也可以再多做一些事情。比如说我宣告 C 是123 D 是456，那我可以 print 一下 C 加 D 的结果，或是 C 除 D 的结果。那一样我把 x 调成负数。好，所以这个时候呢，它就走下面这个 x 是负数这一条路，并且宣告 C 跟 D， 然后做它们的相加还有相除的结果。所以我们学到说，你要做的事情就写在这个缩排底下。它就隶属于是在这个条件
这个条件底下要做的事情啊，要做的事情可以有多项，不会只有一行事情可以做。好，接下来我们来把 x 改一下哦。如果今天 x 是0的话，看一下执行结果会变怎么样。好，今天 x 是0，所以我们进到这个 if else 的程式 ，x 有大于0吗？哦，你问一下，0没有大于0，所以这段条件不符合 false， 那它就会走 else 这条路。哦，那从我们人类的理解就会觉得，诶，它怪怪啊，你的 x 是0，x 0本身也不算是负数啊。哦，所以这个条件还不够，我们要再多扩充一个条件。所以这边就会用到了这个多重论述。那我写一下哦，就是我们的 if else if else。哦，像这样子的这个有多个条件，不好意思，这个是 elif。哦 ，if elif 再一个 else。如果有多个条件的话，那其实我可以写很多的 if else 出来，所以我把上面这边注解一下。好，那我们现在来加一个条件哦，宣告 y 变数。如果你今天 y 是0，就显示 y 是0啊，然后3个惊叹号，很震惊啊。那再来 y 如果是正，就显示 y 是正数；那 y 是负的话，就显示 y 是负数。好，那我们开始写一下哦。宣告 y 假设一样是1、2、3，那 if 好，先写第一个条件，如果 y 是0，那我们可以写 y 等于，我们要比较一个变数是不是特定值，就用2个等号哦。上面这个关系运算子有教到哦，这个关系运算子有教到，y 是不是0，那就是 y 是否等于0，等于0哦 ，y 等于0哦。如果 y 是0的话 ，print 一个讯息是 y 是0啊。好，那假设不是的话，给它第二条路 else if， 那在 Python 里面就写 elif 就可以了。elif y 大于0的话，elif 如果 y 大于0的话，那我们就说 y 是正数。假设这2个都不是，那我们就写最后一个 else 就是其他嘛，其他都不是的话，那它就会是负的，所以我们 y 是负数。好，这样就可以了。好，那我们执行。好，今天 y 是1、2、3，所以它会走第二条路 ，y 是整数。那如果今天它是负8好了，负8是负的，所以根据这个 if else 的规则，第一个它不是0，所以不符合；第二个它不是正的，也不符合，所以就会走第3个 else 其他。那我 y 就是负数。好，那如果今天 y 是0的话，那它就会符合第一条路这个 y 是0，所以就显示 y 是0哦这件事情。好，那我们这边就学到了这个 if else 可以根据你的条件，就可以拆成不同的路来执行不同的路执行。那在这些 if else 里面它就只会选择其中一条路执行。好，那执行完之后呢，这整个区块就结束了，就会进到这个程式下面，如果下面还有的话，就会继续往下执行。好，那这样写感觉还不够，等一下我们再来做更多的练习哦。好，马上来试一下我们这个小试身手1之1。好，那这边有2个题目，第一个宣告一个变数 a， 并且我们判断 a 是偶数还奇数。那如果 a 是偶数，就显示 a 组如果 a 是奇数，就显示 b 组。那这边用到的一些观念，第一个是它有拆分条件，所以会用到 if else 的程式结构。那第二个要判断偶数还是奇数，可以用上面影片教的，就把它 %2， 看它的余数是0还是1，就知道是偶数还是奇数了。那我们老师再写一下哦。如果看影片的同学自己现在有信心写出来了可以自己暂停一下，试着先把它打出来看一下可不可以多练习一点，尝试自己想看看。好，所以我们宣告变数 a， 假设是先写1、2、3好了，那马上来给它一个 if else if 那不知道是什么，
那我们就 print A 组。我先把结构写出来哦 ，else print B 组。给它一些惊叹号，感觉比较正经一点的感觉啊。好，那再来的话，我们要填入这个条件判断式要怎么样判断它是偶数还奇数呢？那我们可以这样写，把 a %2就是让它针对2取这个余数。那如果它是偶数的话，它除以2的话，余数一定是0嘛，像2、4、6、8、10，2、4、6、8、10，2、4、6、8、10这些除以2。余数一定会0，余数会0。所以我们就会说它是偶数。大致上是这样想的。那如果今天它的余数是1的话，那它今天这个就会是奇数，那是什么？1、3、5、7、9。1、3、5、7、9这种除以2的话，余数会是1，那它就是奇数。好，我们就透过这样子的理解来判断说这个数字是偶数还奇数。所以 a%2取余数，如果是0的话，它就是偶数。如果是偶数就 print A 组，如果是奇数就 print B 组。好，执行。今天 A 是1、2、3是个奇数，所以 print B 组没错。如果是68，它是偶数，所以它会 print A 组，是不是很简单哦？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把难度往上拉一点哦。第二题，我们来增加一个功能，我们变成请使用者输入一个数字，然后再把这个数字存到变数 B 里面。那套用上面的规则，如果 B 是偶数，就对应 A 组；那如果 B 是奇数，就对应 B 组。那所以呢，这样比起来，这个 if else 的条件是一模一样的我直接来给它偷懒一下这个就我复制一下复制一下。那我这边给它画一条线，等一下显示会好看一点。好，那它今天是要 B， 那再来呢，我要怎么样请使用者做这个输入一个数字？好，给大家大概3到5秒的时间思考一下怎么做。假的，我马上就要公布答案了。好，我们要请使用者输入，就要用到之前一个常用的函式，叫做 input。所以呢，我们这样写 B 等于 input， 请输入数字。好，那我们这边要做一件很玄的事情这个我在这边加这个 B 等于 INTB， 这个叫做资料转换资料型别转换，资料型别转换成 INT 就是数值。那我们执行一下给各位看哦。好，这个是刚刚 A 的部分，那再来 B 的话，请输入数字，比如说我输入123。123它是一个奇数，所以它就会 print B 组。我再执行。那如果今天我给它60好了，60是一个偶数，那它就会执行成为 A 组。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透过这个 input 的函式，把它变成是一个可以让使用者输入数字的界面。好，那一样来学一些新的观念关于为什么要做这个资料型别转换那我来执行一下这个，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有一个叫做 type B 这件事情这 type 是用来看资料型别的这个函式嘛。那我把它写成转换前。老师通常会教一些东西，就塞一点观念进去免得大家就是听要记很多东西，全部都记不起来不如我们就给他这边一点点，那边一点点最后全部都崩溃什么都记不起来假的，希望大家就是稍微自己记在心里有看过就记起来如果忘记了就想说那这不是之前出现过吗？那你要么就上 Google 去找一下这个类似的观念，那要么就回来看一下影片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执行一下
好，那你可以看到，当我这个 key 567进来的时候呢，我一开始先给它这个转换前看一下它的 type 资料型别，诶，这里是 str 哦，所以我们用 input 进来的资料型别都会是字串，都是字串这个资料型别。那字串本身是没有办法是做除以2这件事情因为只有数字才可以。所以我们肉眼看起来是数字，但是实际上 Python 它是用字串来存的。所以呢，我们要经过这个比较搞纲的方法去做资料型别的转换，把它转换成一个比较亲民的这个资料型别，就是 int。所以转换完之后呢，它变成了数字数字。如果不知道数字跟字串是什么的，麻烦往前看一下之前的影片有教资料型别然后转成数字之后呢，你就可以来做这个偶数跟奇数，因为它数字就可以做取余数了嘛。再来，大家比较好奇的就是这个嘛 ，b 等于 int 资料型别转换嘛，我是把它转成 int， 但一般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说，这个新的 b 同一个变数只是它有新跟旧的差别，新的 b 值会等于旧的 b 值，那转成 int。转成 int 所以一般我们理解的时候都会这样想，新的 b 值等于原本旧的 b 值转成 int 我们就可以写出这样子的程式来了。好，继续那我们来写更多的 if else 题目，继续做这个程式结构的练习那老师这边准备了第2个题目，可以从我们这个图来理解一下这边呢有这个甲、乙、丙丁组，那分别对应到这个数线上的这4段的区间像是这个0左边的数字，它就隶属于甲组，那0到50之间就隶属于乙组，那50到100就丙组超过100的话就丁组。好，那所以我们就可以依照 number 这个分数值来决定 type 这个组别。好，那我们来写一下要怎么写这个 if else 我来宣告2个变数，第一个是 number， 先随便给它1、2、3好了。再来第2个是 type， 那因为 type 它会变成这个绿色的保留字，就是 Python 自己内建的字所以我们把它叫做 type 底线 name。这个是避免用到 type 这个保留字所以我现在把它改名叫做 type name 决定 type name 的组别。好，所以我们就透过 if else 的分数来决定 type name 要是哪一个组别所以我这样写if number 如果大于100的话，那我们让它包含等号100好了。大于等于100的话，那我的 type name 就是我的丁组我这一次就不要在里面 print 讯息了我就不要在这个 if else 里面 print 讯息，我到整个 if else 走完才在这边 print 说我的组别您的组别是那 print type name 给它我把这个 if else 全部走完，再 print 这个 type name 的讯息。好，所以我继续写一下这个 if else 的组别 ，if number 大于等于100是丁组。好，那 else if number 介在50跟100之间的话，好，那我用 and 的写法写number 大于等于50 and number 小于100的话这是2个之间的交集嘛，我要 number 大于等于50，而且 number 小于100number 大于等于50，而且 number 小于100的话，我的 type name 就是什么？就什么丙组，对，就丙组。好，所以第2条也写完了，所以再接下来再把乙组跟甲组写完就可以咯。if number 大于等于0 and number 小于50，那我们的 type 就是乙组。
假设这3个程式这样的条件都不符合的话，那就是我的甲组了嘛。所以最后一个 else 甲组 type name 是甲组。好啦，这样就完成了。实际上来给它执行一下哦。我们预设是123执行。123是丁组，对，123是丁组。那假设37，37看图形的话是乙组。假设是-16，-16看图的话是甲组。最后一个验证一下哦，如果我是80的话，那是我的丙组，对，是我的丙组。好，那这样子这个多重的 if else 论述结构就写完了。所以这个程式的架构会是一开始先宣告2个变数，然后呢中间经过这样子的 if else 判断，透过 number 来决定 type name 的值是什么。好，决定完之后呢，最后我再把它 print 出来。最后再显示一下这个组别。那再来，有人可能会觉得这个，这样写是不是有一点啰嗦？那大家可以去试看看，它其实也可以写成 number 介在50跟100之间嘛。你可以写成 number 介在50跟100之间。那你下面这个 elif 也可以写成number 介在0跟50之间。0跟50之间，这样子的写法也是可以的哦。那这个部分就留给大家自己去试看看啦。好了，第3题。这个依照 age 还有 gender 的规则来显示对应的金额。所以我们看一下右边这个表格哦。这个是有年纪跟性别之分哦，就你是男生还是你是女生对应到的变数就是这个 gender。你的年纪是大于等于30呢，还是小于30呢？就会对应到 age 这个变数。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表格的规则。你如果今天是女生的话，那你的消费金额就是500块。你把它想象成，假设这是一个酒吧这酒吧为了吸引客人来就对女生比较好一点所以女生来只要500块。那如果你是查某人男生来的话呢，再看你是大于等于30岁的话，就要付1000块。如果小于30就700块。所以呢，这个酒吧经营是非常辛苦的，大家尊重他们一下。所以我们就要把这个规则给它显示出来这边有个范例，如果 age 是32，而且 gender 是 M， 那 M 的话就是男生，所以按照这个表格的规则应该是1000块。好的，第二个，如果你是20岁，gender 是女生的话 female， 那不管你是几岁，女生一律都是500块。所以如果你要带你阿嬷去消费这个酒吧，也是只要500块，非常的划算。好啦，那我们来试着用这个 if else 的论述把它写出来一下哦。所以我给它一个变数叫做 age 还有 gender。我先宣告一下 age， 随便写一个，比如说13好了，13未成年的，不要，23好了，23。gender 的话就它是字串，那是男生，所以是 male。好啦，那现在要怎么写这个 if else 这给大家一点时间思考，给大家10秒钟的时间，想一下你要怎么写一下这个 if else 的结构想完了这大家解答一下这个 if else 要怎么写那从这个结果来看其实你会发现到说，如果你是女生的话，一律都是500块嘛。所以我会想说 if 你是女生，那就消费金额500块。然后再来的话，再写这个 else，else 是男生，只是 else 里面又要再拆分2条路嘛。男生而且大于等于30就要1000块。所以呢，我们先透过这个性别的条件去拆分一下所以 if gender 是女生，所以就是 F 的话，
我们就给他您的消费金额是500块。else， 那这个 else 的话就是男生，对吧？这个你是女生，不管几岁都是500块。那 else 的话就代表你是男生，那男生接下来还要再猜2条路还要再猜2条路，所以再猜就是再写一个 if else，if age 大于等于30。那我们就 print 这个您的消费金额为1000块。那借老师复制偷懒一下那再来就是，如果是小于30岁，就写 else print 您的消费金额是700块。好了，那这样子基本上就写完了所以它乍看之下，它被拆成了3条路嘛。第一条是先分说，如果你是女生，消费金额500块。好，那不然的话呢 ，else 你是男生，再进来再拆分成2条路。年纪大于30，消费1000块；那年纪小于30，消费700块。好，我们来执行看一下假设你这个 age 是23，而且你是男生，所以应该是要700块。你的消费金额为700块。那如果 age 是假设是41岁好了，那也是男生，消费金额是1000块。好了，再换成你是女生，那假设你也是一个已经当阿嬷的人，72岁，去消费500块。最后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大学生大学就是大3好了，21岁的女生去消费也是一样500块。好，那这样子的话就完成了嘛。那这个通常我们 if else 里面又有另外一个 if else， 这个可以称它叫做槽状 if else。槽状 if else。那这个槽状 if else 就是 if else 里面又有第2层 if else。那如果你的条件再复杂一点，在里面又有 if else 怎么办？我们就可以再写第3层。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下一题。这是老师设计的一个题目它主要是看到右边这边有一个类似价目表那根据你现在时间的不同，还有季节的不同，它的收费跟有没有开放都不一样所以我们要来写一段程式，根据你的入园时段的收费金额去显示对应的文字。好，那我们主要可以分几个变数像这个时间的变数 time 有早上、下午、晚上，那有季节 season 就是春夏秋冬那春天早上比较特别，你如果是会员就免费，那如果你是非会员就要收200块。好，那我们在这边给同学一段时间，各位可以停下来练习一下自己试着把这个 if else 的结构给它写出来，那它会比较复杂一点好，那相信大家应该自己有写出来了吧？应该这相信大家应该不会直接偷看答案这没什么好看的。好了，那我们来试着把这一段这个对应文字写出来那一开始我们一定是要先切分我们要切分，就是你的 if else 是要先以时间为这个维度去切，或是以这个季节为维度去切，这都是可以的。好，那我就以时间为维度来切割。那因为只要分3条路嘛，早上、下午、晚上。好，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写 ：if time 是早上，所以等于早上的话，冒号。那等一下里面要写一些东西，那我习惯是先把结构写出来好 ，if time 等于早上，那会做一些事。if 第2条路，如果 time 是下午的话，就要做第2件事情。那那最后的话，我还是写 if 好了。if time 是晚上的话，好，那我们就会来做第3件事情。
好，那你不写 else 也可以你就写 if。那这是我把所有条件都列出来的写法。好，那再来我们一段一段来处理首先看到这个早上的时间早上的时间大致上可以细分一下。春天的时候会根据会员以及非会员来处理，那其他的季节都是未开放，对吧？所以呢，其他季节我们就直接先把它列出来好了。好，怎么写？如果这个季节不是春天 ，if season 不是春天，不等于春天不等于春天怎么样呢？直接显示未开放而未开放下面要显示目前未开放。好，那不是春天都是未开放。好，那再来 else 的话，就是这一块是属于春天的区域嘛，我先把注解写一下。夏、秋、冬夏、秋、冬都是目前未开放。那再来这边是属于春天的，春天又要再分怎么样呢？它是不是会员？如果是会员就免费，那如果是非会员就200块嘛。那我在这边宣告 is 底线 member 这个变数，就是用来决定是不是会员的。好，那我们可以这样写，再写一个 if else 所以我写 if 什么呢 ？is 底线 member 这个东西它本身就是 true 或 false， 所以直接写 if is member 这个变数的话，我就 print， 因为你是会员，所以此时段免费。好，那如果不是会员的话，就是 else 这一条路，所以是什么呢？此时段收费200块，200元。所以你会写出这样子的 if 又 if 这样子的3层架构写出了这样子的3层架构。好，那这个是早上的部分，再来下午的部分。下午的部分一样，可以把类似的值都收在一起所以春天跟冬天都是1000块夏天跟秋天都是未开放。所以我们就用这个季节来判断只要你是夏秋的，就给它未开放。那我这样写我写一个变数叫做 is summer or autumn。这个变数名称很长，它干嘛呢？它是用来检查 season， 是夏天，或是 season 等于秋天。然后我把这样子的这个条件判断的结果一定是 true 或是 false 存到这个变数里面去 is summer or autumn。好啦，所以我接下来判断这个变数就可以 print 对应的讯息，所以我这样写if 这个变数是 true 的话，代表说它是夏天或秋天，所以就是目前未开放。目前未开放。好 else 的话是什么呢？就是春天或冬天，所以此时段收费1000块。此时段收费1000元。好，那这样下午也处理完了。最后就是晚上了。那晚上如果你看一看的话，你会发现，这晚上的结构就是夏天、秋天也是2000块。春天、冬天3500块。是不是跟下午的非常相似？有没有？跟下午的非常相似。夏秋是一伙，春冬是一伙，所以呢，我可以把它给它复制过来这样比较快复制过来所以夏秋是一伙。那如果你今天是夏天或秋天的话，要收2000块，2000块。2000块。好如果你今天是春天或冬天，就收3500块。
好，那这样基本上就完成了哦。那我们来执行一下哦。我预设是早上冬天，而且也是会员哦，is member 是 true， 所以是会员。那这会员基本上只有在春天早上才要判断啊，其他都没有意义哦。好啦，那早上冬天执行一下哦。目前未开放。好，那我再随便打下午的夏天好了。下午的夏天。下午的夏天执行，也是目前未开放。那再来春天早上，早上的春天。早上的春天。好，那因为我现在 is member 这个值是 true， 所以此时段免费。我把它改成 false 的话呢，这是非会员，所以就要收200块钱。好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其他的晚上的春天这样 O 不 OK？ 3500块啊，晚上的秋天，2000块啊，晚上的冬天，3500块。好，那这样子这个 if else 的这个练习题就做完了哈。那这个题目是设计来比较做多层结构的，像这样子1、2、3这样3层的 if else 来练习哈。那实际上我们真的在写程式的时候会尽量的把类似的条件都把它收在一起比如说这个下午晚上，这结构看起来很像看有没有办法收在一起这个部分就留给各位同学自己去思考啦。如果你想要换别的维度假设一开始你不是按照时间来切你是按照季节来切的话呢，你也可以试着把这个 if else 写看看这种讨厌的 if else 尝试着在练习的时候写过一遍，这样就好了。那以后我们就要尽量的学怎么样去把这个程式简化这看起来真的很恐怖。好，那我最后教一个小东西啦，这程式很大还是有点于心不忍那教什么小东西呢？这第二层 if else 这有没有比较干净的写法其实是有的。来我写一下我可以宣告一个变数这是叫做 message 好了 message。好，那它可能等于这个 if else 的判断之后呢，我再把它 print 出来。我们的这个 message 这个变数值可以透过这边 if else 判断决定它是要哪一个值之后，我再把它 print 出来所以呢，我先注解一下程式结构想要这样写。这个怎么写呢？那我这样子message 是目前未开放，它有一个简写法是这样 if is summer or autumn 这个变数值是 true 的话，就会吃目前未开放这个值。那不然的话 else 就吃这个此时段收费1000块这个值。好，这样就可以了这有没有看到这个 if else 我全部把它简写成一行这样显示。我会这样子理解，我的 message 这个变数是 if 如果 summer or autumn 这个变数是 true， 那就吃目前未开放，不然的话呢就是 else 此时段收费1000元。好，决定了 message 值之后再把它 print 出来，这样就可以了。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范例下午夏天下午的夏天是目前未开放。对，下午的夏天是目前未开放。那秋天也是未开放。春天此时段收费1000元。那冬天此时段也是收费1000元。所以我们这种 if else 来决定变数值的简写法其实还蛮常出现的，也蛮方便的。所以我们再练习一次因为这晚上的结构也是一模一样的。好，我不要写这样子if else 里面又有 if else 这看起来太多层了。所以我用简写法怎么写呢？先宣告一个 message 假如叫2好了。好，等一下来决定它的值。那决定完之后呢，就把它 print 出来就可以了。好，那我要决定这个 message 2的值怎么办呢？就把它复制过来。
我的 message to 是此时段收费2000元，if 把 if 写在后面。if 这个条件达成的话，就是收费2000。那不然的话呢，就是 else 此时段收费3500块。这有点遮到了，缩小一下。此时段收费3500块。好，所以我们再想一下这个这个 message to 的变数值怎么决定它？是只要这个条件是 true 的话，就是收费2000块。不然的话呢，就是3500块。好了，就这样子。所以晚上来练习一下，晚上晚上的冬天3500块。晚上的春天3500块。晚上的夏天也2000块。好，所以我们就透过这样子的简写法 ，if else 的简写法直接收成决定一个变数值 message to， 再把它 print 出来。这个程式看起来就会比较稍微干净利落一点了。好，那如果你有心的话，这个早上的部分其实也可以用这样的处理方式像这个 is member 这一块。我在这边就不 demo 了。好，那我们的 if else 的教学就先到这边了。